在浩瀚无边的海军军备历史长河中，台湾海军的一段往事尤为引人瞩目。故事从1980年开启，那一年，台湾海军引进了荷兰制造的剑龙级潜艇。然而，随着时光的流转，这些曾让人振奋的潜艇逐渐暴露出潜在的局限性。仅仅4年后，台湾海军便发现原有的德制 SUT 重型鱼雷在储备量和性能上都已无法满足需求。面对这一困局，海军曾向美国求购更为先进的 MK48 重型鱼雷，但美国方面的沉默让期待化为泡影。直到1995年，当局终于下定决心，既然无法依赖他国，那就必须自力更生。于是，一项犹如神话传说般的大业就此展开。在台湾科学研究院中，抗龙计划应运而生，旨在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高精尖鱼雷技术。如今，抗龙计划的成果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蓝图上，他们已经历了无数次的海洋真实测试与严格的实践考验。尽管世界上能制造鱼雷的国家屈指可数，但这项技术的精妙与复杂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导弹。它就像是在无垠的海洋中舞动的尖端芭蕾舞者。然而，每一位舞者都深知，舞蹈从不是易事。在鱼雷的研制过程中，设计师们面临的挑战如同翻涌的波涛，每一个难关的功课都像是征服了海洋的精灵。首先，由现行的设计要求鱼雷像深海中的鲨鱼一样迅速而无声，以避免声纳系统被噪音干扰。其次，鱼雷必须在推进马达产生的噪声不干扰自身精密侦测系统的前提下，达到预期的航速。此外，齿轮与轴承之间的配合必须天衣无缝，确保马力能够无损传递。驱动螺旋桨以维持适当的转速和推力。对于控制系统而言，它的使命是赋予鱼雷如同水下舞者般的优雅自由运动，同时还要应对由此产生的流场干扰。最终，所有这些设计参数，螺旋桨、鱼雷本体以及控制系统将如何相互作用，产生恰到好处的推力，克服流体阻力的同时，又要保持自身声纳的高效工作，避免成为敌方侦测系统的猎物。这是一场复杂而精细的演算。而如何有效抑制鱼雷本身的噪音，则是整个研制过程中的关键所在。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水下世界，每一次声纳的波动都可能成为胜利的关键，也可能成为失败的导火索。因此，唯有不断磨砺与改进，才能确保这些深海侦察兵既能隐形，又能耳聪目明。在深海的宁静之中，鱼雷如同一位狙击手，悄然潜伏，等待着那决定胜负的一击。在这片充满神秘与深邃的海洋战场上，鱼雷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这场无声却紧张刺激的水下游戏的主角，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鱼雷依靠其主动声纳系统，像是一位敏锐的猎人，通过发射声波并捕捉回声来锁定猎物的行踪。这些细微的信号，如同黑暗中的微弱光芒，指引着鱼雷逼近目标。然而，在这片深邃的蓝色迷宫中，背景噪音如同幽灵般无处不在，它们来自四面八方，时而低沉，时而尖锐，变幻莫测。更为棘手的是，当鱼雷以高速穿梭于海洋之中时，它自身也成为了噪音的主要来源。螺旋桨的转动如同空调般发出宽频噪音，这些噪音足以淹没目标信号，让鱼雷失去追踪捕猎的能力。过高的噪音不仅削弱了鱼雷的优势，更将其暴露于敌方的侦测之下。在敌方的雷达和声纳系统中，这些噪音如同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敌人找到并摧毁鱼雷。因此，如何巧妙地降低螺旋桨产生的噪音，成为了设计高效鱼雷时面临的一大挑战。面对这一技术难题，抗龙计划的工程师们没有退缩，他们迎难而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技术革新。1999年，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决策被提出，对鱼雷螺旋桨进行重新设计。这一决策标志着鱼雷研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重新设计的过程中，工程师们深入研究了螺旋桨的升力线与升力面模式。他们借助台湾海洋大学的中型空实水槽，建立了一套专门用于测试对转螺旋桨单独性能的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验与观察，他们发现了螺旋桨噪音产生的根源，并针对性地进行改进。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工程师们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重新设计的对转螺旋桨在海大的大型空实水槽以及海中进行的实体测试中，展现出了超凡的性能。与传统的圆形螺旋桨相比，新设计的螺旋桨产生的噪音大幅降低，甚至远低于德产 SUT 重型鱼雷。
这一成果不仅令人振奋，更为鱼雷研制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鱼雷研制工作的规模之大、难度之高，几乎无法仅凭一个组织独自承担。因此，学界的合作成为了项目进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与其他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紧密合作，抗龙计划的工程师们得以共享资源、交流经验，共同解决问题。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加速了鱼雷研制工作的进展，更为整个科研领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可能性。在抗龙计划的鱼雷研发征途上，台湾海洋大学的水下噪音及流体动力研究中心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测试设备的提供方面，其大型和中型空实水槽无疑是鱼雷测试工程中的关键所在。随着2012年台湾海洋大学全球第3个低背景噪音大型空实水槽的竣工，这座世界级的实验室不仅以卓越的性能满足了军事用途的严苛要求，更以其全尺寸鱼雷实体测试的能力，以及对鱼雷水下噪音控制器的侦测技术，成为了水下兵器研发的璀璨明珠。如今，这座大型空实水槽已经成功完成了全尺寸鱼雷的流体动力性能螺旋桨空化观测与噪音测量的初期测试，并助力台湾科学研究院顺利完成了第1阶段的实体鱼雷相关测试。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功测试，不仅有效弥补了海下实测的局限，更将海大的大型空实水槽推向了台湾水下兵器研发的前沿阵地。每一次的尝试与创新，都凝聚着科研人员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预示着深海战争技术新篇章的辉煌开启。作为台湾海洋大学科研实力的集中体现，中心空实水槽及其配备的平轴动力器，更是为水下推进系统的精确测量提供了宝贵的能力。对转螺旋桨等水下推进系统的优化，离不开这一仪器的精准助力。它能够捕捉导流翼与螺旋桨间的微妙配合效应，进而在设计中实现革命性的改进，为水下兵器的性能提升注入强大动力。早在2002年，台湾科学研究院便着手研究鱼雷水下噪音与大型空实水槽的测量技术。1年后，更是进一步实施了全尺寸鱼雷在大型水槽中的水动力性能与建造过程的实验。然而，就在研发路线稳步推进之际，2001年，美国同意出售8艘柴油动力潜艇和48克瓦查鱼雷的决定，却使得这一研发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2003年，这一研发项目被迫画上了句号，抗龙计划的研究重心也不得不向其他水下兵器领域转移。尽管深海征途的波折令人遗憾，但科研的脚步却从未停歇。美国的48克瓦查鱼雷出售无疑是计划转型的外在推力，但台湾海军提出的另一重要原因却是硬科技的限制。由台湾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鱼雷，在速度上始终未能突破海军要求的40节的技术瓶颈。有媒体曾报道，这一难题主要在于鱼雷内部的电池能量输出问题，电池的蓄电量与电力输出能量难以达到持续强化的水平，导致鱼雷速度无法加速到40节以上。然而，事实的真相远比这复杂。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鱼雷所使用的永磁马达推力不足。这一技术难题的攻克，需要科研人员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在抗龙计划的鱼雷开发初期，由于当时商用永磁马达技术尚未达到严苛的军规标准，项目团队不得不与电动马达制造商展开深度合作，力求研发出符合军事需求的专用马达。然而，技术的瓶颈使得这一目标一度遥不可及。尽管鱼雷螺旋桨的设计理论上具备达到40节速度的能力，但实际水下测试却显示，鱼雷的速度始终未能满足海军的硬性指标。近年来，随着商用永磁马达技术的突飞猛进，海军所需的合格马达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获取。然而，遗憾的是，在抗龙计划即将收官之际，台湾科学研究院却面临经费短缺的困境，无法及时实施这一技术更新。这一困境不仅凸显了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性，也反映出科研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更加灵活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尽管抗龙计划研制的鱼雷速度未能达标，但其性能仍远超德产 SUT 重型鱼雷，展现了不俗的研发实力。有趣的是，台湾科学研究院曾尝试将自主研发的鱼雷对转螺旋桨安装到德国 SUT 鱼雷上，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室测试与水中实测。这些实验结果显示，经过改良的鱼雷在降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SUT 鱼雷的噪音水平得到了大幅下降。
这一创新尝试不仅提升了鱼雷的性能，也为未来水下兵器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在 SUT 鱼雷的实际演习中，海军对其性能是否受到新螺旋桨导流影响产生了疑虑。鉴于此，台湾科学研究院正积极争取将自研新式鱼雷的对转螺旋桨换装到德制 SUT 鱼雷上，以升级既有装备，增进战力。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解决现有装备的性能问题，也体现了台湾科学研究院在科研领域的积极进取和创新精神，站在科研的最前沿。台湾科学研究院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每一次的尝试与探索，无论成败，都是对未知领域的勇敢挑战和深刻思考。在科研领域，每一分投入都孕育着蜕变与创新的希望。即便抗龙计划的研发步伐即将画上句号，台湾科学研究院对未来水下战力的追求并未因此消减。科研人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潜心钻研，一批又一批先进水下兵器的科学实验在幕后悄然展开，与这些不露声色的研发项目相互辉映。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科学研究院与台湾海洋大学水下噪音及流体动力研究中心的协同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超空化技术应用于潜艇阻力试验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超空化现象一直是超高速鱼雷研发中的关键难题，而此次成功模拟不仅标志着台湾在水下武器研发领域迈上了新台阶，更预示着未来更先进水下兵器的巨大潜力。当2003年美国的48克瓦查鱼雷成交后，抗龙计划的研发计划似乎不得不宣告终止。然而，台湾科学研究院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展现出了科研界的机智与韧性。他们将研发成果涵盖于飞弹处理标案之中，借此机会学习并吸纳了更多的处理技术。尽管先进鱼雷研发计划已画上句号，但这绝非台湾海军水下兵器探索之路的终点，反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近年来，一系列技术突破为水下武器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抗龙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在降低鱼雷噪音方面，新型螺旋桨设计的成功应用，不仅大幅减少了水下兵器的噪音，还显著提升了其逆风前行的能力，使敌方探测难度倍增。这一跨越性进步的背后，离不开台湾海洋大学水下噪音流体动力研究中心的技术支持。他们与台湾科学研究院紧密合作，为鱼雷的每一次测试提供了先进设施。特别是全球第3个低背景噪音的大型空实水槽的建成，为台湾水下兵器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商用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永磁马达技术的突破，为水下兵器，尤其是鱼雷的性能提升提供了无限可能。尽管抗龙计划式的研发计划已告一段落，但它所激发的科研热情、积累的知识财富和凝聚的团队经验，将成为台湾海军水下兵器研发新的动力源泉。如今，台湾已具备获取先进永磁马达的能力，这对于提升本土水下兵器的性能至关重要，为海军提供了一个克服技术瓶颈、提升战斗力的有效途径。虽然抗龙计划精心设计的鱼雷未能完全达到海军期望的40节速度标准，但相比其他同类产品，其卓越性能仍受到广泛赞誉。新研发的鱼雷对转螺旋桨在德制 SUT 鱼雷上的成功应用，不仅显著提升了速度性能，还大幅降低了噪音水平，增强了水下隐蔽性。尽管在 SUT 鱼雷的后续测试中遇到了一些技术挑战，但台湾科学研究院迅速提出了采用新式对转螺旋桨替代传统螺旋桨的解决方案。这一创新不仅预示着 SUT 鱼雷性能的大幅提升，也表明之前在鱼雷研发上的投入和技术积累并未白费，同时凸显了技术整合的巨大潜力。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与台湾海洋大学水下噪音及流体动力研究中心的紧密合作。双方的合作不仅推动了超空化潜艇阻力试验的成功，也为未来超高速鱼雷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曾有人提议将鱼雷纳入飞弹处理标案中，以借此机会学习外部技术。然而，这并非终点，反而为台湾水下兵器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水下武器系统的未来发展充满无限可能和潜力。抗龙计划虽已结束，但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为台湾水下兵器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造前舰在前台湾领导人政府任内，2014年启动前舰筹获海昌计划。
当时政府主张前舰外购自造双轨策略，盼提升水下战力，因此台防部2015年编列次年度公开预算时，纳入30亿元自造前舰合约设计经费。而新任领导人上任之后，已经确立新型前舰采自造筹货原则，并执行合约设计、细部设计、原型舰造舰工作。在2016年，台湾海军与台船签约执行自造前舰第一阶段合约设计及装备试研制。2020年11月，前舰原型舰开工。2023年7月，海军256战队编成接舰小组。9月28日，自造前舰原型舰在台船高雄厂区举行命名暨下水典礼，命名海鲲，舷号为711。台湾首艘自造前舰海鲲军舰完成，为台防自主立下新的里程碑。台湾领导人盼朝野继续支持前舰制造与台湾台防产业，守护台湾自由民主。台湾领导人于9月28日上午前往高雄主持前舰自造原型舰命名暨下水典礼时指出，国舰自造和台机自造都是他台湾领导人任内施政的重中之重。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新式高教机永鹰号已经交机19架，海军、海巡的各式舰艇也陆续成军服役。今天，台湾第一艘自造前舰也已经完成。他强调，前舰自造计划是守护台湾海疆重要的战力，希望未来朝野都能继续不分党派，以国家安全为重，继续支持后续前舰的建造，支持台湾的台防产业，让台湾更有能力守护自己，在产业发展上也更有全球的竞争力。台湾领导人表示，这艘前舰将命名为海鲲军舰，不仅为台湾台防自主立下新的里程碑，更为台湾海军、为台军争气、为台湾争光，未来也将承载着台湾坚韧勇敢的精神。对此，有人对此次自造潜艇就有很多疑问。问题一，在下水典礼，外界观察到海鲲舰前舰帆罩外壳浮起不平整，专家分析原因为何。9月28日，自造前舰举行下水典礼时，网络流传画面指称前舰帆罩外壳浮起，前舰外观有不平整的状况。关于帆罩外壳浮起，多家媒体报道，台船说法表示，凸起部分的下方是骨架，凹下部分下方没有支撑，类似人的肋骨，胖的人看不到，瘦的人肋骨就会出现。而原型舰帆罩采用薄板设计，因此会出现这种瘦马现象，一般水面舰也会出现这种状况。有30年军事采访经验的媒体人卢德允说，前舰会有一层俗称蒙皮，主要是用来保护压力壳，让前舰足以对抗海水压力的压力壳不受损。前舰外层要尽量平滑，后续下水经过海浪拍打才会出现凹凸不平使用痕迹，但不至于还没下水新品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台船后续应该要对此进行改善。台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指出，只要前舰压力壳没有问题，舰体外部不平整是不影响航行，只能说是焊接工艺不佳，研判有可能是赶工造成。此外，针对船舰在下水典礼就出现帆罩外壳浮起问题，据前舰背景的海军退役上校王志鹏受访表示，因为美国厂商生产的潜望镜未到位，台船先紧急制作假帆罩，等到位再重制，因此当日典礼前舰帆罩并不是真的帆罩，最后会换掉。只要压力壳焊接没有问题，外壳帆罩不会是问题。问题二，日前爆发自造前舰的泄密案，有立委质疑前舰的声纹已被泄露，专家看法为何？什么是前舰的声纹？卢德允说，前舰声纹是下水运作后发出声音的总和，立即要等到前舰真正下水运作后才会有声纹产生。舒孝煌解释，每一艘前舰所发出来的噪音都是独一无二，即便是同款前舰发出来的声音也不会相同。前舰噪音来源包括居液搅动水、水流流过前舰表面、前舰内部机械等声音，也因此在前舰还没有下水运作之前，不会有前舰声纹泄露的问题。王志鹏指出，要获取前舰声纹，前舰必须要在水下前行。前舰声纹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水下航行时，前舰如同盲人一般，完全仰赖声音，就像人的指纹，每一艘前舰所发出的声纹都不一样，只要掌握前舰声纹，建档后就可以在资料库比对。问题三，外界批评自造前舰9月28日的下水典礼没下水。王志鹏表示，9月28日所谓下水典礼，确实是没有下水的典礼，主要是因为海鲲舰的潜望镜尚未到位，
潜望镜安装时要在稳定垂直状态下，不可能下水后在载浮载沉的水面上安装，也因此海鲲舰尚未真正起航。卢德云指出，台湾潜舰的下水与命名典礼向来都是一起办，近年观察到美国部分的潜舰、航舰、驱逐舰把命名仪式与下水典礼分开举办。日本近年来几乎每一年下水一艘潜舰，举办的下水典礼就是潜舰滑到水里的仪式。他认为没有下水却称下水典礼是可受外界公平之事。问题4：海鲲舰下水典礼以来，自造潜舰议题出现哪些争议？从9月28日海鲲军舰举行下水典礼以来，针对自造潜舰主要有2个争议事件：一是自造潜舰相关机密疑遭泄露，二是对立委提案冻结潜舰预算的讨论。潜舰自造已有泄密案，针对潜舰泄密议题，最高检察署2023年10月2日发布新闻稿指出，自造潜舰案经媒体报道披露，已有机密资料外泄情势。一是涉及安全及台防机密，引起各界高度重视。目前相关资料已分案，分别发交台湾高等检察署及台北地检署侦办，以查明案情。立委提案冻结潜舰预算案。网络上对于立委冻结潜舰预算案的讨论，主要是2020年和2023年2个时间点。2020年12月，当时法院外交及台防委员会审查台防部提出2021年潜舰预算时，委员会中有国民党和民进党立委针对潜舰的装备输出许可、细部设计等有意见，因此分别提出预算冻结案。2023年10月，政府总预算案送交法院后，网络流传一份113年度公务预算下划线委员提案单，内容显示有国民党立委提案冻结113年度自造潜舰第2阶段原型舰筹建新台币39亿3263万1千元，其中的3亿元约为该笔预算的1/13。附加条件是台防部向法院外交及台防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目前相关提案正交由法院外交及台防委员会处理，此事件仍在动态发展中。针对有立委提案冻结潜舰预算3亿元，据报道，法院外交及台防委员会2023年10月25日审查113年度台防预算，提案立委经讨论后同意不冻结预算，改以主决议方式了解潜舰自造进度程序，最后初审照案通过。问题5：立委近期提案冻结预算对潜舰案的影响为何？专家怎么说？立委提出预算冻结案是什么意思？资深会助理表示，立委提出法律案、预算案是监督行政权的方法，法院对行政提出的东西并不会照单全收，而是由法院监督和把关。行政会提出总预算案送交法院审查，法院会议读后交由各委员会分工审查。资深会助理说，法院审查最初预算时可以维持或减少，立委可透过提出删减案和冻结案来监督该预算。删减指的是认为该笔预算不合理，不应该如此分配，因此提案删减一定金额。而冻结案则是立委并未否认该笔预算的正当性，但基于某些理由，认为应该先将预算冻结，日后满足相关条件之后才可解冻予以执行。外界常误以为冻结预算就是删减预算，其实是误解了两者的区别。法院议事处回复查核中心询问时表示，网传文件是立委在委员会提出对113年度政府总预算案冻结案，在后续委员会审查预算时，可能会有几个状况，在委员会讨论时，经过行政单位解释后，提案立委决定撤案，或者委员会审查时决议通过或否决提案，以及委员会决议保留提案送交协商。查核中心查询法院议事记录，采访立院委员助理。2020年12月，国民两党在立院委员会提案冻结台防部110年度自造潜舰预算，在提案送交朝野协商，各党团经讨论，最后撤回冻结预算提案，台防部110年度自造潜舰预算并未被冻结。专家怎么说？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员苏彦图受访表示，目前相关议题讨论，外界很难真的了解立委提案背后的动机，但这是可受公平之事，立委的提案也会受外界检视。苏彦图说，立委提案冻结、删除或减列预算都是立委职权，且法院是集体决议，并非一个人说了就算，是有讨论与协商的空间，因此提案能否成功，不会是提案者自己说了算。苏彦图指出，
法院是政治攻防的场域之一，面对行政单位编列预算，法院、立委不可能只有说 yes 或 no， 而是可透过对预算的提案，发挥制衡行政部门控管预算执行进度，也创造不同政党的协商空间。台湾中央社援引路透社消息称，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的厂商和相关人员在暗中帮助民进党当局建造自己的潜艇。路透社还引述了解台潜艇自造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话称，各国政府都已提供出售关键零组件给台湾所需的出口许可。对此，有岛内网友泼冷水，全世界最贵的杂牌拼装潜艇，各国都想捞一笔罢了。台北也聘请到来自至少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西班牙、加拿大等其他5国的工程师、技师人员与海军退役军官，以高雄港为基地，向台海军与负责打造潜艇的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专业建议。那么，吸引这么多个国家一起研发的潜艇究竟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剑龙级潜艇是由荷兰建造，分别于1987年与1988年抵达台湾，成军后正式命名为海龙军舰及海虎军舰。剑龙级潜艇体积并不大，舰长大约67米，宽于8米，所以里面的空间相当狭小，即使是负责操控的舵房，空间也还是不怎么够用。只是再怎么拥挤，里面该有的作战配备一样也不少。负责监控水面状况的潜望镜，当它从潜艇的帆罩伸出来的时候，就能监视水面上其他船舰的动态，并且可以对水面船舰发动攻击。而它配备的岘岛鱼雷更是水下攻击的主力武器。剑龙级潜艇上服役官兵的人数不到70人，虽然人数少，但是每人能够分配到的空间实在也不多。像是士兵睡觉的床铺，要躺进去需要一点技巧，要翻身都显得勉强。官兵吃饭的餐厅虽然设计新颖，但是空间也不大，就连供应餐点的厨房也有一样的问题。只是海军对这2艘潜艇相当重视，在他下水服役的15年中，鲜少邀请媒体访问，直到3年多前才首度公开介绍。该级潜艇是具有8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常规潜艇，不仅航速快、机动性好，而且噪音低、声纳作用距离远。艇上还装备有一体化作战系统，可同时跟踪5个目标，控制3枚鱼雷实施攻击，从探测转入攻击只需几秒钟。另外，该级潜艇还装备自导鱼雷和反舰导弹，对水面舰艇和潜艇有很大的威胁。鱼雷是德国的 SUT 型两用雷，采用线导和主被动声寻的，以35节航速可攻击远至12公里的目标。战斗部重量为250公斤，在反潜作战中，该级潜艇可与水面舰艇与反潜航空兵共同组成反潜警戒网，重点设伏在主要港口外海区或东海岸敌方潜艇易于活动的海域，对来袭的敌潜艇发起突然袭击。2001年10月2日，海虎舰在左营外海进行战术回避动作时，舰首撞击海底沙坝，造成声纳护罩及13组声纳音棒受损，紧急进屋修理。2007年12月18日，台湾海军18日在左营基地举行剑龙级潜艇成军20周年大会，平日难得一见的潜艇公开现身。近年来，随着大陆海军的飞速成长，如坐针毡的台湾当局不得不挖空心思强化对舰攻击能力。据台湾《中国时报》9月4日报道，台军将于明年为2艘剑龙级潜艇配备潜射型鱼叉导弹，希望这2艘服役近20年的旧艇能对大陆舰只发动远程突袭。更有人进一步指出，围绕制空和制海权的争夺是未来台海战事的核心。倘若台军的海空力量大部被牵制，仅有的2艘剑龙级潜艇绝不敢进入狭窄的海峡活动。可如果远离沿岸，鱼叉导弹又会因为缺少外来导航而失去使用价值。台湾海军当时获得这2艘潜艇还是非常偶然的，起源是1981年
某荷兰官员主动向台湾推销其余改型常规潜艇。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官员在50年代初期志愿参加了赴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荷兰步兵营，因此从心底里就希望达成这笔交易。为了促成这笔大买卖，台湾方面除了购买潜艇，严峰同志还拍板同意了一大笔对荷兰的民用工业采购清单，这才使得荷兰当时的政府即使面对与大陆外交关系破裂，也要铁了心卖潜艇。当合同签订不久，负责承建的荷兰船厂陷入资金链条断裂，急需提前获得付款来开工。时任台海军司令刘和谦上将拿官位向建峰同志担保，才取得同意提前付款，最终成功完工。当这2条潜艇成军后，台湾方面还计划增购另外4艘，不过此时荷兰方面已经拒绝出售了，这增购4艘潜艇的计划也就拖了30多年。2009年9月14日下午3点，海龙号与左营外海夫航执行地形操演时，在帆罩顶端的舰长陈继宗上校被突来的14米高大浪打落海中。由于风浪恶劣，舰员搭救不及，陈继宗上校于落海8分钟内便告失踪。2天后，遗体在左营军港外海3.1海里被寻获。这是海龙号成军以来最严重的意外事件。应该说，剑龙级潜艇在1987年服役时还是非常强的，其总体安静性水平不亚于苏联的基洛级877型，声纳艇载作战系统更是高到不知哪里去了，完全代表了当时西方常规潜艇技术的巅峰。由于荷兰无法生产潜艇用鱼雷，美国也不愿意出售，所以台湾海军最终选择了印尼许可证制造的德制 SUT 重型鱼雷。为此，通过时任印尼副总理哈比比博士牵线，以10万吨大米和几艘退役的 LCM 登陆艇的价格购买了一批 SUT 鱼雷。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这2艘剑龙级潜艇需要装铅块才能下潜的流言来自于漏尿扁，实际上这是弥补潜艇在制造过程中的重量误差所致，为全世界海军惯例。当然，现在剑龙级潜艇的技术水平就远远谈不上东亚最强的称号了。为了弥补差距，台海军在2008年又购进了32枚美制 UGM-84L 鱼叉潜射导弹，用于装备该级潜艇。从2017年起，又开始了新一轮升级，预计改用美制作战系统和 MK48 鱼雷，以期填补在8艘自造常规潜艇服役期的空白。台军方现正进行剑龙级潜艇战斗系统提升案，美国也已在今年5月30日通过知会国会程序，台军中科院在8月4日已交付海军相关输出许可核准证明文件。根据台军方规划，海龙号及海虎号潜艇的系统提升分别会在2022及2024年完成。至于有关潜艇打击战力的 MK48 Mod 6AT 长程重型鱼雷采购案，军方规划年底即有首批长程重型鱼雷抵台，全案要到2028年度执行完毕。台海军现役2艘剑龙级潜艇海龙、海虎号因战斗系统老旧等问题，规划由中科院与海外厂商合作执行剑龙级潜艇战斗系统提升案。全案计划完成3套系统提升案，总金额为74亿1254万元，期程为2018年度开始至2024年度完成。对于海龙号及海虎号潜艇的系统提升何时可以完成，台军在送交立法院的2021年度军费预算书中已有揭露，计划在2022年度完成海军战斗系统工厂暗制测试站与首艘剑龙级潜艇系统提升。2023年则是执行剑龙级潜艇第2艘的战斗系统性能提升，2024年则是完成第2艘剑龙级潜艇战斗系统性能提升与验收测试。此外，为强化潜艇的打击战力，台军方也以54亿6千万美元向美国采购 MK48 Mod 6AT 长程型鱼雷，
包括24枚战雷、4枚操雷。台海军已进行重型鱼雷厂房整建工程的规划设计及建造，预计在今年10月就可完工，年底即可欢迎首批新型重型鱼雷的进驻。台媒报道称，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的最高时速达到55节，最大续航力在时速40节的状态下可达50公里。与剑龙级潜艇现役使用的德制 SUT 重型鱼雷相较，这型重型鱼雷在导引及机动性能上都超过 SUT 鱼雷，最高时速比 SUT 鱼雷快60%，最大射程也远25%。搭配剑龙级潜艇，一定会成为台湾极其重要的海上力量。目前全球疫情问题导致各国交流沟通变少，台湾目前应当抓紧疫情下的平静，努力发展自身力量。无论是从日本、美国甚至其他国家寻求帮助，各国目前都达成了统一，冬奥会期间不会另生事端。台湾当局应当抓紧一切机会，才有可能在汹涌的国际浪潮中保存自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